最近村里来了拐子，已经丢了3个小孩，一时间人心惶惶，家家户户把门板加厚了3寸，天黑前就落锁。麻子不信这个邪，麻子今年14岁，是村里最聪明的小孩，还有武艺傍身，村里的孩子都怕他，也服他。麻子放话：拐子敢来，我拿弹弓打瞎他的眼。这话说了不到2天，麻子也失踪了。那天傍晚，他去后山脚捡柴，说是给家里添灶火。他娘在灶台前等了1个时辰不见人，沿着山路去找，只看见散落的柴捆和地上拖拽的痕迹，那痕迹又深又宽，不像是人留下的，倒像是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把麻子生生拖进了山里。村里人举着火把搜了一夜，什么都没找到，他娘哭得昏死过去。他爹抄起猎刀要进深山，被几个壮汉死死拦住。后山有老林子，进去了就别想出来。3天后，所有人都觉得麻子没了，就算没被拐子带走，在深山里也活不过1夜。第3天夜里，守村的更夫听见后山方向有动静。来人呐！不是拐子，不是拐子，山里有东西！所有人都愣住了，火把在夜风里晃了晃，后山的老林子黑沉沉地压在天边，一动不动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站在暗处，听着村里的动静。麻子被救回来的第2天夜里，爹咋还不回来？有人吗？开门！我是王家婶子。王家婶子3天前就丢了，而且那声音……马上到麻子家了，千万不能回头！地道在哪儿？麻子说过，他爹以前在镖局做事，在家里挖了一条地道，直通村外的枯井。找到了。他追来了。快呀！
被俺打跑了。麻子，你怎么？别说了，走。还没走远，就在附近转。为什么往山里走？因为它不是一只，是一群。什么？他们学会了一起狩猎。快走！麻子，你等等我！二丫，跟紧我！麻子，你。麻子，你怎么了？二丫。停下！你是村里的小孩，那东西没有追来，他是放我们走的。什么？他故意放我们走的。他其实不是在追你，他是在用你找我。你知道那东西为什么穿人皮吗？因为它不是野熊，它是被人养出来的。养它的人就在这个村里。那个养熊的人，你也认识。放下吧，阿青，你离开村子15年了，还记着那些事儿？那些事儿，你养的那东西杀了我全家。你再走一步，我松手。你松手也杀不了他，你知道的。当年你爹也试过。那东西到底是什么？是我儿子，是我儿子。15年前，后山来了一头熊，它伤了我儿子，把他拖进洞里。我找到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那熊在洞里也快死了，我儿子在里面，熊也在里面。我不知道最后活下来的那个到底是谁。他不吃我，因为他还记得他穿着他的皮，学着做一个人。他以为自己是我儿子，所以你帮他藏尸，帮他骗全村的人。爹，他已经不是你儿子了。我知道，但他是我的。列庄女人拽住我，往后狂奔，身后传来骨肉撕裂的声音和老村长最后的嘶喊。他吃了够多的人，就不会下山了。风灌进耳朵，我什么都听不见了，只知道跑。我和阿青跑了整整一夜，天亮的时候，我们停在一处山崖下面。他靠着石壁坐下，把剑壶卸下来，
里面只剩3根箭了。你叫什么？他问我。二丫。他点了点头，从怀里掏出一块干粮递给我。我没接，盯着他脸上的疤看，3道平行的抓痕，从颧骨一直到耳根，皮肉翻卷过又愈合了，像3条蜈蚣趴在脸上。想问什么就问。他咬了一口干粮。你全家都被那东西杀了。他嚼东西的动作停了一瞬。我爹，我娘，我弟弟。他的声音很平。我脸上的疤就是他留的。那年我12岁，和弟弟在院子里玩，他从后山下来了，披着人皮，披着我弟弟的皮。他闭上眼，我弟弟才5岁，他穿着弟弟的衣裳，喊我姐姐。我跑过去，然后他就变了。我没敢再问，沉默了很久。他忽然开口：老村长活不成了。我低下头，但他说的对，那东西吃了够多的人，就不会下山了。这些年村里丢的孩子，都是被他拖进山里的。他吃饱了，就不去村里闹。那我们怎么办？难道就不管了？阿青没回答，他看着远处的山梁，眼神像结了冰。二丫，你回村去，告诉所有人离开。你呢？我去杀了他。他把剑壶里的3根剑取出来，一根一根检查剑羽和剑头。我这才注意到，那些剑的剑头是银白色的，不是铁。银的。我问他爹打的。阿青把剑插回去。老村长年轻时候是个好铁匠，他打了一壶银剑，让我爹进山杀了那东西。可我爹没舍得下手，那东西喊他大哥。他站起来，把短刀别在腰间。15年了，他吃了多少人，就有多少张皮。他穿着这些皮，学着做一个人，但他不是人。他转身看着我，伸出手摸了摸我的头。你回村去，如果天黑之前我没回来，你就带着全村人走，往镇上走，别回头。你一个人怎么杀他？他没回答，只是从怀里掏出一只铁哨子，塞到我手里。这是你那个朋友麻子的哨子，昨天夜里我捡到的。我看着那只哨子，上面全是血，他还没死。阿青说，那东西留着他有用。什么用？阿青转过身往山梁上走。他穿皮穿久了会烂，他需要活人来续皮。风从山梁上灌下来，吹得他的列装猎猎作响。我攥着那只带血的哨子，站在原地看着他一步一步走进林子深处。他走出去很远，忽然停下来，回头看了我一眼。二丫，如果我没回来，你会回来的。他笑了一下，那道疤被笑容扯动，扭曲成一个奇怪的弧度。如果我没回来，你就记住，他怕火，怕银，怕自己的真名。老村长给他取过名字，叫他铁蛋。说完，他转身消失在林子里。我站在原地，攥着哨子，听着风穿过树梢的声音。远处传来一声熊吼。我攥着哨子跑回村子，天已经蒙蒙亮，村里静得像座坟，家家户户门窗紧闭，地上散落着昨夜搜山时掉落的火把，还在冒着青烟。我推开麻子家的门，屋里一片狼藉，碎碗、烂桌子、翻倒的柜子，灶台底下的地道口还敞着，黑漆漆的。有人在身后拍了我一下，我猛地转身，是更夫老刘。他的脸白得像纸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，只一个劲地指着村口。我跑出去，村口的老槐树上挂着一件衣裳，灰扑扑的猎装被撕成2半，挂在最高的枝头上，风一吹就晃。是阿青的。树上还有血，顺着树干往下淌，在树根底下汇成一小滩。我盯着那滩血，脑子里嗡嗡响。老刘终于说出话来，天没亮的时候就挂上了，没人看见是谁挂的。我转身往后山跑，被老刘一把拽住。你不能去。我甩开他的手，继续跑。身后传来老刘的喊声，那东西在等你，他就是要一个一个引你们进山。我停住了。阿青说过，他不是野熊，是被人养出来的。他学会了钓鱼。我站在村口，看着老槐树上的血衣，强迫自己想。阿青说他怕火，怕银，怕自己的真名。老村长叫他铁蛋，可这些怎么杀他？老村长打了银箭，阿青带进山了，人却没回来。更夫老刘凑过来，小声说，二丫，你得走，趁天还亮往镇上走。全村人呢？老刘不说话了，他看了看四周，压低声音，他只吃小孩，大人不惹他，他不动。这些年丢的都是小孩。王家婶子呢？他不是小孩。老刘的脸僵住了。王家婶子。他咽了口唾沫。王家婶子是去年进山采药没的，不是他杀的。我盯着他，他的眼神在躲。你什么意思？老刘左右看了看，拽着我钻进巷子，声音压到最低。那东西穿的人皮都是从活人身上扒下来的，他要的不是吃，是要皮。我后背一阵发凉。他穿了谁的皮，就能学谁说话，学谁走路，穿得越久越像人。他穿麻子的皮才几天就被你认出来了，可如果他穿了一张穿了好几年的皮呢？风从巷口灌进来，冷得我打了个哆嗦。你是说村里早就混进来了？老刘的声音发抖。你分不清谁是人，谁是他。我想起麻子被救回来那天夜里的事。麻子从山里爬出来，浑身是伤，
他爹抱着他哭，可他爹后来去哪了？我跑回麻子家，翻遍每个角落，没找到他爹的影子。被褥是凉的，灶台是冷的，碗筷摆在那里，落了一层薄灰。我问他家隔壁的王大爷，麻子他爹呢？王大爷正蹲在门口抽烟，听见这话，烟袋杆子差点掉了。他爹不是跟你爹一块儿去镇上了吗？我脑子里炸了一下，我爹去镇上没回来，麻子他爹也去镇上了，两个大人同一天走的。然后麻子被那东西穿了皮，不对，那东西穿麻子皮的时候，麻子他爹还在村里，我亲眼看见他抱着麻子哭，除非那个抱着麻子哭的不是他爹。我转身就跑，身后王大爷在喊什么，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。我跑到自家门口，门板虚掩着，跟我昨晚逃出去时一样。我推开门，屋里坐着一个男人，背对着我，正在喝水，是我爹。他听见动静，转过身来，笑着冲我招手：“二丫，过来，爹回来了。”我盯着他的手，那只手放在桌上，5根手指，但我记得我爹的手，他的小拇指少了一节，年轻时被刀切掉的。这只手5根手指，1根不少。我站在门口没动。怎么了？我爹站起来朝我走过来，不认识爹了。他的步子不对，我爹走路右腿有点跛，年轻时摔断过，但这个人走得很稳，2只脚落地的声音一模一样。爹，你手好了？我盯着他的手，他愣了一下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笑了笑。什么好了？你小拇指。他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，就一瞬，但被我看见了。然后他又笑了，笑得很自然。二丫，你记错了，爹小拇指好好的。我没记错，全村人都知道我爹少1节手指，那是他的记号，走到哪人家都认得。你吃饭了吗？他转身往灶台走，爹给你煮面。他弯腰去拿碗的时候，脊背挺得太直了，我爹腰不好，弯腰的时候总要扶着膝盖。我看着他的背影慢慢往后退，他的手伸向碗柜，那只手在灶台的光线下颜色有点不对，不是晒黑的肤色，是发灰的，像是什么东西泡了很久。二丫，他转过身来，发现我已经退到了门口。你去哪？我转身就跑，身后传来碗摔碎的声音，然后是沉重的脚步声，不是人跑的声音，是4只爪子同时砸在地上的声音。我没有往后山跑，而是冲进了村长家。老村长已经死了，但他的屋子没人动过。我在他床底下翻出一个铁箱子，锁着。我用斧头劈开，里面是一本发黄的册子和一把生锈的猎刀。册子是老村长的笔记，从15年前开始记的。我一页页翻，手在发抖。第1页，铁蛋被熊拖走，找到时已经晚了，熊快死了，铁蛋也快死了，我不知道哪个活了下来。第2页，他叫我爹，他记得我，但他不吃东西，只吃肉，生的。第10页，他杀了李家的羊，我打了他，他哭了，眼泪是红的。第20页，他开始学人走路，站不稳，摔了很多次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有时候真觉得那就是铁蛋。第30页，他杀了第1个人，王家的小儿子，他穿着那孩子的皮回来，喊我爹。我想下手，下不去。第40页，村里开始丢孩子，我知道是他干的，我帮他藏了那些皮。最后1页，字迹潦草的几乎认不出来，他已经不受控制了，他会杀光所有人。铁蛋早就死了，活着的这个东西，连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。我把猎刀别在腰上，合上册子，揣进怀里。门外传来脚步声，我抬起头，门口站着一个女人，40来岁，穿着灰布衣裳，冲我笑。二丫，你怎么在村长家？是村里的李婶，她去年丢了一个儿子。李婶，你儿子的皮穿得还合身吗？她的笑容没变，但眼睛变了，瞳孔缩成了一条缝。李婶站在门口，笑容没变。我拔出猎刀，她歪头看着刀刃，像在看一件有趣的东西。老村长的刀。她开口了，声音还是李婶的声音，但底下压着粗重的喘息。她当年就是用这把刀剥了第1张皮。我握刀的手在抖，她往前迈了一步，我退到墙角，把册子举起来，这里面全记着你杀了多少人，穿了谁的皮。老村长全记着。他停住了，不是怕，是好奇。他歪着头盯着那本册子，像是不明白那是什么东西。你识字吗？我问。他没回答，但他的眼神变了，从戏弄变成了困惑。我赌对了，他穿人皮，学人话，但他不识字。老村长记了15年的东西，他一个字都看不懂，这上面写了你的真名。我把册子攥紧。铁蛋，他发出一声低吼，不是人的声音，脸上的皮开始松动，从下巴那里翘起来一块，露出底下的黑毛。我从村长家后窗翻出去，落在巷子里，身后传来木头碎裂的声音，他撞破了门框追出来，但已经不在李婶的皮里了。那东西弓着背，2米多高，浑身黑毛，脸上还挂着半张人皮，像一块破布似的耷拉着。村里有人看见了，尖叫声四起。我没回头看，钻进巷子，7拐8拐，跑到晒谷场，那里堆着秋天收下来的稻草，
还有几桶点灯用的油。我踹翻油桶，把油泼在稻草上，掏出火折子。他追到了晒谷场边，火折子掉在稻草上，轰的一下，火蹿起1人多高。他刹住脚步，往后退了2步，怕火。阿青说的没错，我站在火堆后面，举着猎刀，隔着火焰看他。他的眼睛在火光里是红的，死死盯着我。弹苗扑过来，铁弹！我又喊了一声，他猛地往后跳了一步，像是被烫了一下，然后转身跑了，4只爪子刨地，消失在巷子尽头。火很快灭了，稻草不经烧。村里人围过来，七嘴八舌地问我，谁也没理，蹲在地上翻老村长的册子。第15页记了一句话，他不能离山太久，每隔7天必须回后山老林，在那棵歪脖子松树下待1夜，否则皮会烂。今天是第几天？麻子被救回来是3天前，他穿麻子的皮下山，到今天正好3天，还有4天。我把册子揣好，站起来。村里的猎户赵叔拉住我，二丫，那东西到底是什么？熊，我说，一头会穿人皮的熊。赵叔的脸白了，他是打猎的，打了一辈子熊，但从没见过这种东西，你得帮我想办法。我说，你有火药吗？赵叔点头，有多少要多少，还有铁砂，越碎越好。赵叔家里存了8斤火药，3斤铁砂。我把火药分成2份，一份装进陶罐里，塞上布条做引信，另一份留着备用。这能炸死他？赵叔问。炸不死也得炸残。我把陶罐封好。阿青说他怕银，你有银器吗？赵叔翻箱倒柜找出2只银镯子，他娘留下的。我把镯子砸碎，掺进铁砂里。忙完这些，天已经黑了，我不敢留在村里，抱着陶罐躲进村口的土地庙。庙小，只有一个门，窗户用砖头堵死了。我把门从里面顶住，坐在神像底下，把猎刀放在膝盖上。半夜，外面有动静，不是脚步声，是喘气声，粗重的，湿漉漉的，围着土地庙转圈。我屏住呼吸，他停在了门口。门缝底下，一根灰褐色的手指伸进来，指甲又厚又弯，拨了一下门栓，门栓纹丝不动。我用3根木棍顶死了。他拨了几下，没拨开，然后安静了。我以为他走了。头顶传来响声，他在屋顶上，瓦片被一块一块掀开，月光从窟窿里漏下来，一张脸倒着出现在窟窿里，不是熊脸，是麻子的脸，惨白惨白的，冲我咧嘴笑。二丫，让我进来。我抓起陶罐，扯掉布条，火折子凑上去，引信痴痴冒烟。屋顶上的那张脸消失了，爪子扒拉瓦片的声音急促起来。他想从窟窿里钻进来，但窟窿太小，只塞得进1只爪子。毛茸茸的熊掌探下来，在我头顶乱抓。我把冒着烟的陶罐举起来，凑到那只爪子跟前，它猛地缩回去，瓦片哗啦啦掉了一地。我趁它缩爪子的瞬间，从门口冲出去。引信快烧到头了，我抡圆胳膊，把陶罐朝土地庙里扔了回去，然后扑倒在地。轰！土地庙的墙炸开一个大洞，碎砖乱飞，烟尘呛得人睁不开眼。火光一闪就灭了，但那股热浪把周围的草都烤焦了。我爬起来，盯着那片废墟，烟尘里一个黑影站起来，他没死，半边身上的毛烧焦了，冒着烟，一股子糊味，但他站起来了，甩了甩头，那双绿眼睛在烟尘里亮得像2盏灯。我转身就跑，他在身后追，速度比之前慢了不少。火药炸伤了他的腿，跑起来一瘸一拐。我往后山跑，这是唯一的活路。村里都是平房，没有躲的地方，山里林子密。他虽然熟悉山林，但受了伤，动作没那么利索了。进山之后，我没往深处跑，而是拐进了一条石缝。这条石缝我很小就知道，2堵岩石之间的窄道，只够1个人侧身挤进去。石缝尽头是一个小凹洞，我小时候捉迷藏常躲在这里。我侧身挤进去，猎刀刮着石壁，蹭出一溜火星。他追到石缝口，停下了，脑袋探不进来。他把爪子伸进来，在黑暗里乱掏，指甲刮着石壁，发出刺耳的声音，离我的脸只有1掌远。我缩在凹洞里，一动不动。他掏了半天没掏着，发出一声低沉的吼叫，然后安静了。我没出去，他也没走，我们就这么耗着，一个在石缝外面，一个在里面。山里的风从石缝灌进来，冷得我浑身发抖，但我不能出去，出去就是死。天快亮的时候，外面终于没了动静，我等到太阳出来才敢往外爬。石缝口的地上有一滩黑色的液体，不是血，是脓一样的东西，散发着腐臭。他的皮在烂。我下山回到村里，发现又少了1个人，赵叔不见了。他的家门开着，地上有拖拽的痕迹，一直延伸到巷子口。火药和铁砂还在，但他人没了。更夫老刘蹲在赵叔家门口抽烟，手在抖。半夜听见动静，没敢出来看。我蹲下来看地上的痕迹，拖拽的印记又深又宽，但不是往外走，是往村里走的。那东西没把赵叔拖进山，而是拖进了村里。我顺着痕迹找，一直找到村子中央的老井，痕迹在井口消失了。我往井里看，
黑漆漆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扔了颗石子下去，等了很久才听到水声，很深，而且底下有水。赵叔，我冲井里喊，没有回应。井壁上有一道一道的抓痕，很宽很深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扒着井壁上下过。老刘凑过来，会不会在底下？我没回答，我在想另一件事。那东西把赵叔拖进井里，不是藏起来，而是存起来。阿青说过，他需要活人来续皮。赵叔还活着，我找了根绳子拴在井口的石碾子上，准备下去。老刘拽住我，你不要命了？赵叔在底下，底下有那东西。我把绳子在腰上缠了2圈，把猎刀叼在嘴里，翻过井沿，井壁湿滑，长满了青苔，脚踩不住。我全靠手臂的力量往下坠，绳子勒得手心发烫，往下落了大概7、8丈，脚碰到了水面，冰冷刺骨。我踩在水里，摸黑往旁边探，井壁侧面有一个洞，半人高，黑漆漆的往里延伸，洞口边缘全是毛，黑的、褐的、灰的，什么颜色都有。那东西在这里蹭掉的毛。我钻进去，洞很低，只能弯着腰走，走了10几步，洞变宽了，隐隐约约能看见前面有光，不是日光，是火光。洞里点着一盏油灯，油灯放在一块2压上，照亮了半个洞。洞里铺着干草，干草上躺着一个人，手脚被藤条捆着，嘴里塞着布，是赵叔，他还活着，眼睛瞪得很大，看见我拼命摇头，不是让我别救他，是让我别过来。我没听，我弯腰钻进去，拿掉他嘴里的布。他在，赵叔的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见。他在等。话没说完，身后传来动静，洞口的土簌簌往下掉。我转过头，看见一双绿眼睛在黑暗中亮起来，就在洞口，离我不到2丈远。他堵住了出口，洞里太窄，猎刀施展不开。我把赵叔嘴里的布塞回去，拽着他往洞深处退。洞还在往里延伸，比我想的要深得多。赵叔拼命蹬腿，意思是别管他。我没松手，洞越来越窄，最后只够一个人爬着通过。我松开赵叔，先往前爬了几步探路，前面有风，冷风，说明通着外面。我爬回去，割断赵叔脚上的藤条，拽着他往风口爬。身后那东西开始钻洞了，岩石被他的身体挤得咔咔响，他不在乎，硬往里挤。我和赵叔从洞口滚出来的时候，身上全是泥。洞口开在半山腰的一片灌木丛后面，外面就是山坡。赵叔喘着粗气，腿软得站不起来。我拽着他往下滑，屁股蹭着碎石和枯枝，一路滚到坡底。回头看了一眼，洞口太小，那东西卡住了，半个身子在洞外，半个身子在洞里，正在拼命往外挣。岩石刮着他的皮，发出撕裂的声音。不是他身上穿的皮在裂，是他自己的皮。我看见他肩胛骨那里的毛皮裂开一道口子，露出底下的东西，不是肉，是灰白色的，像树根一样的纤维，一根一根的在空气里扭动。那不是任何动物的身体。老村长在册子里写过一句话，我不知道活下来的到底是什么。我现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。那东西终于从洞里挣了出来，肩上的裂口更大了，灰白色的纤维露在外面，沾着泥土和碎叶。他没追我们，站在洞口低头看着那道裂口，发出一声低沉的哀鸣，不是吼叫，是哀鸣，像狗受伤时的那种声音。我拖着赵叔回到村里，天已经快黑了，赵叔的腿被藤条勒得血肉模糊，走不了路。我把他放在村口土地庙的废墟边上，去找人帮忙。村里剩下的10几户人家，家家户户都锁着门，敲了半天没人应，不是没人，是不敢开。最后是更夫老刘开了门，帮我把赵叔抬进屋。老刘一边给赵叔上药，一边念叨：完了完了，这村子完了。我问他还剩多少人，大人加上小孩不到40个，能跑得早跑了，剩下的不是跑不动的，是不肯跑的。谁不肯跑？老刘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我知道他什么意思，那些不肯跑的不一定还是人。夜里我蹲在老刘家的房顶上，盯着村子的动静。月光很亮，整个村子看得一清二楚。我看见村东头的王寡妇家的门开了，一个人影走出来，沿着巷子慢慢走，走路的姿势很奇怪，2条腿绷得笔直，像是不太会用。我认出那张脸是王家婶子，3天前就丢了的那个人。她走到晒谷场站住了，然后仰起头，对着月亮张开嘴，不是打哈欠，她的嘴越张越大，大到下巴几乎脱臼。月光照进她的喉咙里，里面是黑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像一口深井。然后我看见有什么东西从她嘴里往外爬，一开始是一根灰白色的纤维，像树根，从喉咙深处探出来，然后是一束、一把、一团。那些纤维在她脸上蔓延，覆盖了她的眼睛、鼻子、耳朵，最后把整张脸裹成一个灰白色的茧。茧裂开了，里面是一双绿眼睛。我从房顶上滑下来，摔在地上，膝盖磕破了皮，顾不上疼。那东西发现我了，他从晒谷场那边走过来，走的还是王家婶子的身子，但脑袋已经不是了。
那张灰白色的茧裂开之后，露出的是一颗熊的脑袋，皮毛黑得发亮，眼睛绿油油的。他站在巷子口，歪头看着我，然后开口说话了，用的还是王家婶子的声音：“二丫，你看见了？”我没说话，手摸向腰间的猎刀。看见了也好。他往前走了一步，省得我再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我是怎么来的。他抬起一只爪子，指了指自己的脑袋。我不是一头熊，我是很多东西，人的、熊的、树的。老村长把我造出来的，用他儿子的身体和那头熊的血，还有后山那棵老松树的根。我想起老村长册子里的那棵歪脖子松树，那棵树不是普通的树。他说老村长年轻的时候在那棵树下埋了一个人。我盯着他，手握着刀柄，指甲陷进木头里。埋的是谁？他歪着头，像是在回忆。那双绿眼睛眨了眨，忽然露出一丝像人一样的表情，不是痛苦，是困惑。我不记得了。他说我只记得那棵树根扎进我身体里的时候很疼。你是人，我是他儿子。他顿了顿，也是那头熊，也是那棵树，也是那个被埋在树下的人。老村长把太多东西塞进一个身体里了。他又往前走了一步，我往后退，后背撞上墙壁。我不是来杀你的。他停下来，我是来告诉你，老村长死了，没人管我了，我会把全村人都吃掉，然后去镇上，去县里，去更大的地方。我需要更多的皮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他低下头看着自己身上王家婶子的皮，那层皮已经开始发灰了，边缘翘起来，露出下面的黑毛。因为你是唯一一个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人。他抬起头，其他人都只会尖叫和逃跑。他转身走了，4条腿着地，很快消失在巷子深处。我靠在墙上，腿发软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他说的话里有一句不对劲，老村长把太多东西塞进一个身体里了。可老村长只是一个铁匠，他哪有这个本事？除非老村长不是铁匠。我跑回家，翻出我爹柜子里的一个铁盒子，里面装着几张发黄的地契和一本旧历书。地契上写着老村长的名字，不是李铁柱，是另一个名字，李望山。这个名字我见过，在老村长的册子最后一页，签名不是李望山，是另3个字。我当时没注意，现在想起来了，他签的是李望仙。望仙，什么人会取这种名字？我翻开那本册子，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。这次看得仔细，发现每页纸的夹层里有东西，薄薄的透明的丝线夹在纸张中间，用手摸才能感觉到，不是丝线，是树根。这本册子的纸是用那棵歪脖子松树的树皮做的。我拿着册子去找村里最老的老人，91岁的六婆婆。她瘫在床上3年了，不吃不喝，就是不死。村里人都说她不是人，但没人敢动她。我推开六婆婆的门，屋里一股霉味，窗帘拉着，黑漆漆的。六婆婆，我站在门口喊。黑暗中传来一个声音，干涩的像枯叶摩擦进来。我走进去，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。六婆婆躺在床上，被子盖到脖子，露出来的脸皱得像核桃皮，但她的眼睛是亮的，亮得不像是90多岁的人。你知道了？她问。知道什么？李望仙的事。她笑了，嘴里没剩几颗牙。她是我的学生。学生？民国那会儿，我在县城的师范教过书，李望仙是我最聪明的学生。后来他去日本留洋，学的什么？生物、解剖，反正不是正经东西。六婆婆咳嗽了几声，喉咙里呼噜呼噜响。她回来之后，在后山做了个实验，她想把死人的灵魂种进树里，让树长成人。我手里的册子差点掉在地上，那棵松树底下埋的是他自己的儿子。他儿子病死了，他不甘心，他把尸体埋在树根底下，浇了自己的血，念了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咒。那不是咒。六婆婆的眼睛在黑暗中发亮，那是科学。六婆婆说完那句话，咳嗽得更厉害了，整个人缩在被子里抖。我等她平静下来，问什么科学？细胞融合。她吐出这4个字，像是在念一个很古老的词。她在日本学的，把不同物种的细胞融合在一起，造出一个新的东西。熊的力气，树的寿命，人的脑子。那东西有人的脑子？有。六婆婆闭上眼睛，但太多了，太多人的脑子挤在一起，分不清谁是谁。她以为自己是她儿子，又以为自己是被她儿子杀死的那头熊，又以为自己是那棵松树。她什么都是，又什么都不是。她说老村长在树下埋了一个人，埋了3个。六婆婆伸出3根手指，骨节扭曲。她儿子，那头熊，还有一个她自己。我愣住了。李望仙年轻的时候割了自己一块肉，埋在树根底下，他把自己也种进去了，所以那东西身上有他的东西。他管那东西叫儿子，其实那是他自己。窗外传来一声嚎叫，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近。六婆婆猛地睁开眼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她的手冰凉，硬得像树根。他来了，她说他在找我，他知道我告诉你这些了。他为什么要找你？因为我是他娘。我还没来得及问，门就被撞开了。
月光涌进来，照出一个巨大的黑影。他没穿任何人的皮，以本来面目站在门口，2米多高，浑身黑毛，肩胛骨那里裂开一道大口子，灰白色的树根从伤口里伸出来，在空中慢慢摆动。六婆婆从床上坐起来了，一个瘫痪了3年的人直挺挺地坐起来了。她把被子掀开，底下没有腿，2条腿从膝盖以下就没了，断面不是伤口，是树桩一样的木头。望仙，六婆婆喊了一声，那东西停住了。你认不得娘了。她歪着头，绿眼睛盯着六婆婆的脸，很久很久。她往前迈了一步，弯下腰，把鼻子凑到六婆婆面前，嗅了嗅，然后她退后一步，发出一声低沉的哀鸣。你不是娘，她说，你是那棵树。六婆婆笑了，她伸手摸了摸自己的断腿，木头断面上的纹路在月光下清晰可见。我跟你说过，她把太多东西塞进一个身体里了。她看着我，我也是她种的，我是第一颗。六婆婆从床上翻下来，用2只手撑着地，拼命往前爬。那东西看见她，没有扑过来，反而往后退了2步。她的绿眼睛里闪过一丝东西，不是恐惧，是困惑。她认识这个人。你认得我？六婆婆笑了，露出光秃秃的牙床。你应该认得，当年李望仙带你来找我，让你闻我的味道，你说你记住了。东西的鼻子抽动了几下，后来他死了，你就疯了。六婆婆的声音忽然变得很硬，你开始乱吃人，乱扒皮，你以为穿上了人皮就能变成人，你只是一头畜生。那东西发出一声低吼，往前迈了一步，六婆婆没躲，她举起一只瘦得像枯枝的手，指着那东西的鼻子，你闻闻，我身上还有李望仙的味道，他死在我怀里，血溅了我一身，你闻得出来？那东西停住了，他的鼻子在空气中一抽一抽地嗅，然后他的身体开始发抖，从后背到尾巴抖得像筛糠。那东西跪下来了，一头2米多高的黑熊跪在一个没有腿的老太太面前，把脑袋贴在地上，发出一声长长的哀鸣。六婆婆伸手摸了摸她的头，你还记得她？那就好。她转过头看着我，眼神平静的不像一个快要死的人。二丫，猎刀给我。我把刀递过去，六婆婆接过刀，握在手里，低头看着那东西。她不会杀我，因为她闻到了李望仙的味道。她以为我是她，但她不是畜生。六婆婆的声音低下去，她是李望仙造的孽，今天该还了。她举起刀，那东西没有躲，她趴在地上，闭着眼睛，像一头等着被宰的猪。六婆婆的刀落下去，不是砍向那东西，是砍向自己的手腕，血喷出来，溅在那东西的脸上。她猛地睁开眼，看见六婆婆的手腕在往外冒血，发出一声惊恐的嘶吼，往后窜出去，撞翻了门框。逃！六婆婆冲我喊，她怕我的血，李望仙的血在里头。那东西在院子里打滚，拼命蹭脸上的血，像被火烧了一样。她爬起来，撞开后院的篱笆，往后山跑了。我撕下衣襟包住六婆婆的手腕，血很快把不浸透了。别管我！她的脸白得像纸，去追。她受了伤，跑不远，趁现在杀了她，不然等她缓过来还会回来。我一个人杀不了她。赵叔家有冲，你见过？六婆婆的声音越来越弱，她怕银，怕火，现在怕我的血。你带上冲，带上火药，追上她，你怎么办？六婆婆笑了，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断腿，截面露出来的骨头是黑的。我本来就活不成了，这3年躺在这，不是活着，是耗着。今天总算耗出点用处。她抓住我的手腕，指甲掐进肉里。二丫，你要记住，这东西不是鬼，不是妖怪，它就是一头熊，一头被人养坏了，吃惯了人肉的熊，能杀得死。刀砍进脖子，它就死；冲打中脑袋，它就死。去吧！我放开她的手，跑出屋子。身后传来六婆婆的声音，很轻，像是在自言自语。望仙，娘来了！我没有回头，我跑到赵叔家，拿了冲和火药，把剩下的银镯子碎粒全部塞进枪管里，往后山追去。地上有血，黑色的发臭的血，一路滴进老林子。我顺着血迹追到那棵歪脖子松树下，那东西趴在树根上一动不动，肩上的伤口裂开老长，血把整棵树根都染黑了。他听见我的脚步声，抬起头，绿眼睛已经灰了，像2盏快灭的灯。我举起冲，对准他的脑袋，他没有动，只是看着那棵松树。我扣下扳机，轰的一声，树林里的鸟全飞了起来。那东西的头歪向一边，身体抽搐了几下，不动了。我走过去，踢了踢它的爪子，硬的，凉的，死了。我在松树下挖了一个坑，把那东西拖进去，盖上土，堆了一个坟包，没有立碑。下山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。村子的方向有炊烟升起来，细细的，弯弯的，像一根绳子，把人往家的方向拽。